我叫陈平安，是个卡车司机，靠拉货养家。最近半个月，城里总透着股本，超市粮油被疯抢，街头巡逻车翻倍，空气里满是不安。我以为只是普通物资紧张，直到今天，老板派我给城西夫人区拉货，满满一车太阳能电池板、便携式净水器，还有好几箱密封药品。这时我心里隐约有点不对劲，却也没多想。直到卸货时，我躲在卡车后抽烟，无意间听到两个妇人闲聊。病毒蔓延的消息快压不住了，怕什么？咱们跟那群穷鬼又不一样，物资早就备足了。就算病毒爆发，依然能过得潇洒自在。这话像冰锥扎进我心里。病毒，末日要来了吗？原来这些妇人早有准备，只有我们这些普通人被蒙在鼓里。我攥着烟蒂，手控制不住的抖，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家人这个秘密，更不知道这场藏在平静下的末日何时会彻底席卷而来。我意外得知了人类即将灭绝的秘密。那群妇人为了长生，竟研究出了足以毁灭人类的病毒，而我们普通人只是他们的垫脚石。我叫陈平安，是个卡车司机，靠给老板拉货养家。可在今天，我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。那一刻，我手抖的都拿不住烟了。那两个妇人的对话还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。病毒蔓延的消息快压不住了，怕什么？咱们跟那群穷鬼又不一样，物资早就备足了，就算病毒爆发，依然能过得潇洒自在。听说感染病毒的人会浑身冒红点，咱们可要远离这些人。我们有血清可以解决病毒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这些对话像冰渣子，一下子扎进了我的心脏。我躲在自己那辆卡车的车头后，看着那两人笑着走进别墅。在他们眼里，这只是一场能轻松躲过去的小麻烦，可在我这里是天塌了。我终于明白了，超市里的人抢米抢油都不是什么谣言，也不是什么物资紧张，是真的要出大事了。而只有他们这些有钱人知道。现在我也知道了，这个秘密像块烧红的烙铁踏在我的心上，烟头烫到了手指，我猛地一哆嗦，扔在地上，用沾满油污的靴子狠狠踩面。不行，我得回家。立刻，我爬回驾驶室，拧动钥匙，卡车发出一声轰鸣，给了我唯一的安全感。我猛打方向盘，调转车头，朝着山下开。运费还没结，但我顾不上，钱没了可以再挣，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卡车在富人区的路上开着，这里安静的吓人。我知道，这份安静是用钱和秘密堆起来的。他们早就给自己留好后路，就等着关上门，看我们在下面挣扎。越往下拍，不安的气息越浓。路上的车很少，但开得都好。十字路口，几个穿防护服的人正在用路障堵车，他们没戴头盔，额头上全是汗，眼神茫。我摇下车窗，一个年轻人走过：“师傅，车上拉了什么？”对不起，我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震。他往我车头里看了一眼，挥挥手：“走吧。”我一脚踩下油门，不敢停。我心里清楚，他们查的不是货，是在防着什么东西扩散，但他们什么都不会说。油箱警示灯亮了，我心里骂了一句，拐进一个加油站。加油站里也排着长队，但不是加油，是抢便利店。人们挤在门口，为了一箱泡面吵得面红耳赤。一个男人被推倒，怀里的饼干洒了一地，瞬间被踩得粉碎。没人扶他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头发冷。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抢的东西，在真正的灾难面前毫无意义。我把车开到加油机旁，加油站的王叔认识我，他给我插上油枪，满面愁容的叹了口气：“平安，又跑长途啊？”“是啊，王叔。”我递给他一支烟，试探着问：“最近这是怎么了？一个个跟疯了似的。”王叔点上烟，猛吸一口，吐出的烟雾都带着愁绪。谁知道呢？一会儿说粮库着火了，一会儿又说外地的货运不过来，谣言满天飞。你看这油价，一天一个价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跑车的都得喝西北风。我的心沉到了谷底，连王叔这种消息灵通的人都不知道真相。谣言，对，在他们眼里，这只是一场被谣言放大的恐慌。没人知道，真正的危险比任何谣言都可怕100倍。这个秘密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背着。加碗油，王叔找钱的时候多塞给我2包烟，拿着，这是捣乱，多背点东西，总没错。谢谢王叔。我攥着烟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以为的乱和我知道的乱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回到车上，我朝着家的方向狂奔。我的家在城南老城区，那里只有拥挤的楼房和狭窄的街道。如果末日真的来了，那里会是第一个崩溃的地方。我越想越怕，掏出手机拨通了我老婆刘梅的电话。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。喂，平安。刘梅的声音很累，背景里有女儿暖暖的哭闹声。老婆，是我。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全是汗。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多问，听我说，赶快去楼下买各种基础的生活用品，米、面、饼干，能买到什么就全部买回家。我的语气很严肃，刘梅听进去了。我挂断了电话，踩着油门往家赶。可没过多久，电话又响起了，我的心里咯噔一声，一股不好的预感席卷全身，连忙接通电话。电话里传来刘梅的哭腔：“平安，楼下超市被搬空了，连盐都没了，根本就买不到东西，而且暖暖发烧了，一直在哭。我刚才给她换衣服，发现她身上还起了好多红点。红点，发烧。”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这是那两个妇人说的病毒。平安，你说话怎么办？刘梅在电话那头哭着喊：“冷静，我现在必须要冷静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镇定。老婆，
你听我说，首先，第一个，你现在什么都别干，就把家里的门窗都锁好，千万别出门，谁敲门都别开。吃的我想办法，我车上有几箱饼干和水，先拿回去，省着点吃，能撑几天。刘梅声音显得很慌。那暖暖呢？我不出门，不带她去医院吗？别出门，绝对不能去医院。我用尽力气吼，医院现在就是地狱，不去医院。可暖暖烧得厉害，我妈马上就来，说要带她去医院。丈母娘张兰，我头皮发麻，她平时就瞧不起我，这时候来绝对没好事。相信我，刘梅，外面很危险，医院更危险。说完，我立马挂了电话。现在不是说废话的时候，必须赶回家，阻止他们带女儿去到医院。卡车在马路上疯了一样开，老城区越来越近，到处都是乱糟糟的，翻倒的垃圾桶，被砸的药店门，还有警笛声。这个世界正在迅速崩溃。我把卡车开到楼下，堵住了半条路，拎着水和饼干就往楼上冲。刚到4楼，就听到我家的吵，是丈母娘张兰的声音，特别尖。暖暖现在都烧成这样了，你还拦着不让去医院，是要烧死她吗？可平安说了不能去医院，他一个只会开卡车的窝囊废说的话有个屁用！赶快把暖暖送去医院。我冲进门，看见客厅里乱成一团，丈母娘张兰正指着刘梅的鼻子尖叫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暖暖烧成这样，你听那个开破车的胡咧咧。”刘伟已经联系好了中医院的副院长，赶紧跟我走。刘梅抱着满身红点、哭声微弱的暖暖，坐在地上不知所措。不准去！我满身大汗的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拎着刚从车上拿下来的撬棍。张兰吓了一跳，随即泼妇劲儿上来：“陈平安，你长本事了！你知不知道暖暖身上起了什么？那是会死人的！我就是为了让你们活下去。”我一把推开想上来拉我的张兰。医院现在全是这种病人，进去了就别想出来。刘梅，信我一次，收拾东西，咱们走。走？往哪走？门外传来一个流里流气的声音。小舅子刘伟带着2个混混堵在门口，手里拎着钢管。陈平安，我妈说你疯了，我还不信。赶紧把暖暖交出来，我已经约好了副院长哥们，人家还等着呢。最后说一遍，滚开！我握紧撬棍，眼神里透出的杀气让刘伟愣了一下。就在这时，楼下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我冲到窗边往下一看，头皮瞬间炸开。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正疯狂地啃咬着小区保安的脖子，周围的人在尖叫，在溃逃，而那保安倒地后不到10秒，身体就开始诡异的抽搐。病毒爆发了！窗外的嘶吼声盖过了屋内的吵闹，那凄厉的动静让所有人都打了个冷战。那是什么鬼东西？刘伟哆嗦着，我没工夫看他犯怂，看着楼下那具疯狂抽搐的保安，我心跳快得要撞破胸膛。刘梅，别发愣，拿上厚衣服和所有的药，快！我发出一声低吼，声音里透着不容置疑的决绝。平安！刘梅吓得满脸泪痕，本能的冲向卧室去翻找包裹。陈平安，你肯定知道点什么对不对？那怪物就是你说的病毒，你带我走，我是你妈，你得管我。我没理会他的道德绑架，大步跨进厨房。再出来时，我手里已经多了一把消防斧。我抱过暖暖，她的小脸烫得惊人，呼吸微弱的像随时会断掉的线。我必须立马想办法缓解暖暖的症状。对了，那群富豪口中提到过血清，血清可以救暖暖。此时，楼道里传来了沉重且杂乱的撞门声，伴随着野兽般的低吼，距离我家只有几米远。跟紧我，别回头！我一脚踹开自家房门，感应灯亮起，照出一张满是血污的怪脸。我抡起斧头，迎着那股浓烈的血腥气，狠狠劈了下去。斧头踢下，怪物倒在地上，溅了我一身血。我没时间恶心，一脚将这具尸体踹下楼梯。走，别回头！我对刘梅嘶吼着。刘梅死死抱着暖暖，踩着血水在跟我的步子。而张兰和刘伟这对母子，此时哪还有半分刚才的嚣张？他们缩着脖子，连滚带爬的挤在最后面，生怕慢一步就被怪物拖走。冲出1楼单元门，血腥味扑面而来。原本熟悉的老城区街道，此刻火光冲天。我抱着孩子往卡车冲去，一道嘶吼声响起，我转头看去，是那变异的保安正在发狂。带上妈，上我的车！我一边护着抱着暖暖的刘梅，一边冲刘伟咆哮。可刘伟这小子被吓疯了，他看着我巨大的卡车，又看向他那几个兄弟正发动的面包车，死活不肯上来。你这车目标太大，跑不快。妈，咱们去中医院找那个副院长，那有安全区。张兰也拼命点头，她一辈子看不上我，觉得开卡车的没出息。这种时候，她宁愿信亲儿子的关系。平安，你带刘梅走吧，我跟小伟去医院找专家。那是去送死！我急得大吼。可面包车已经一溜烟冲向了火光冲天的街道。我咬牙回头，暖暖已经烧得没了声，身体烫得吓人。我没时间劝，转身跳进驾驶室，刚拧动钥匙，仪表盘上那个一直熄火的导航屏突然亮了，自动弹出一个红点定位。我想起老板赵总前2天刚让我换的这辆定制版，他说过这车关键时刻能保命，全是高科技。看来这辆车早就成了那些大人物部下的棋子。我心中一片冰冷，可很快我反应过来，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只要能换回女儿的血清，这棋子我当了。坐稳了，我一脚踩死油门，开着卡车冲进了街道。此时那个变异保安正好扑向车头，我没减速，直接撞了过去。闷响过后，血浆糊满了挡风玻璃，街上全是爆炸和惨叫。我开着卡车横冲直撞。这时手机响了，是个陌生号，我按下免提，对方声音很冷：陈平安，你的卡车已被定位，立刻开往城西银湖别墅区，那是你唯一的生路。
如果不来，你将被列为高危清理目标。高危清理目标，他们早就监控着我了。如果不去，我一定会被清除。去！我一咬牙，调转车头，朝城西开去，赌一把。而且暖暖需要药，富人区里一定有。越靠近城西，戒备越森严。一道由集装箱和士兵组成的防线拦住了路，前面挤满了哀求的人。一个男人想冲关，瞬间被打成了筛子。我把卡车停在防线前，一个军官走过来，核对我的车牌。陈平安，是我。确认身份后，路障被移开，我开了进去。身后是地狱，身前是未知的天堂。开进富人区，一个熟悉的人在路边招手，是今天早上那个富人。我把车停下，陈师傅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让你来是想跟你谈一笔生意。什么生意？我们需要你的车，也需要你这个人。一个赶下手的司机，他意有所指地看了一眼我车头的血迹。报酬就是让你和家人在这里活下去，而且我们有最好的药，可以治好你女儿。他晃了晃一个银色手提箱，抗病毒血清，军方特供，抗病毒血清。我死死地盯着那个箱子，那是暖暖的救命药。怎么样，陈师傅？我要先看到药。他打开箱子，里面是一支注射器和一小瓶药，如假包换，但它现在不属于你。等你办完第一件事，它就是你的。什么事？很简单，城南的第3粮仓有一批重要物资，现在那里被感染体占领了。我要你开着你的车去把东西拉回来。城南第3粮仓，那现在是全城最危险的地方，他要我去送死，那里全是怪物，我怎么进去？这是你的问题。富人摊手，你的卡车很结实，我们会给你200手枪，100发子弹。他看我犹豫，又说，我提醒你，你女儿的病拖不了多久，12个小时内得不到救治，就会彻底变成怪物。我回头看了一眼暖暖，她烧得更厉害了，我没得选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你们必须保证我家人的安全。没问题。刘梅抱着暖暖，被一个叫李先生的人带走了。富人递给我一张地图和一串钥匙，物资在 C 区的地下冷库，等你回来，血清就是你的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好好干，陈师傅。我没说话，接过东西，回到驾驶室。这是一场用我的命换女儿命的交易。卡车再次冲入黑暗，我一脚油门踩到底，朝着城南冲了过去。重返城南比离开时更恐怖，街上游荡的怪物多了好几倍。我的卡车像个移动靶子，吸引了无数怪物，他们跟在我车后狂奔。当第3粮仓出现时，我的油箱警示灯又亮了。粮仓大门被上百个怪物堵着，我没减速，直接撞了过去。轰隆，铁门被撞开，我冲进院子，怪物潮水般涌来，我不敢停，直接撞碎 C 区仓库的卷帘门，冲了进去。几十个穿着工作服的怪物齐刷刷地看向我，我停下车，熄了火，他们向我靠近，我拿起手枪，挖开车门，必须速战速决。我跳下车，朝地下冷库入口冲去。一个怪物扑来，我抬手一枪，砰，他脑袋炸开，倒了下去。其他怪物更狂暴了，我边退边开枪。很快，一个弹匣打空了，换弹匣的空隙，一个怪物冲到面前，我来不及开枪，用胳膊抵住他。我怒吼一声，拔出消防斧，狠狠砍进他脑袋。我把他踹开，冲到冷库门前，用钥匙打开锁，推开门，一股寒气扑来。冷库里没有怪物，只有一排排货架，但上面放的不是粮食，而是一个个银色手提箱，密密麻麻，至少上千个。这根本不是重要物资，这是血清仓库。那个富人骗了我，他根本不缺血清，他只是想找个炮灰来替他开路。一股被欺骗的怒火在我胸中燃烧。这时，我听到冷库深处传来呻吟声，我握紧斧子走了过去。一个穿白大褂的研究员靠在墙角，肚子上一个大洞，快死了。看到我，他眼睛亮了一下。你是来救我的吗？外面全是怪物，我救不了你。他惨笑一声，指着旁边一个手提箱，那个是真的，其他的都是。他话没说完就死了。我心里一动，打开他指的那个箱子，里面也是一支血清，但下面压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这是唯一一支真正的母体血清，其他的都是稀释过的安慰剂。带着它去城东的疾控中心，那里有最后的希望。母体血清，安慰剂，我瞬间明白了，这是一个天大的骗局。那些富人手里的根本就是假药，他们用假药控制幸存者给他们卖命。我攥紧手里的血清和纸条，去城东的疾控中心，还是回去继续被他们当枪使？不，我不能再回去了，我必须把刘梅和暖暖带出来。我打定主意，把真的母体血清揣进怀里，然后我扛了几袋面粉和白糖走出冷库。我把东西扔进车里，发动汽车，我开着车把院子里的油桶和杂物都堆在 C 区仓库门口，然后我点燃一支烟扔了进去，瞬间仓库门口变成一片火海，大火引爆了油桶，爆炸声震天动地。我看着熊熊大火，脸上没有表情。这是我送给那些富人的一份大礼，你们要物资，我一把火全给你们烧了。我回到车上，没有回富人区，而是朝城东开去。手机响了，是那个富人的号码，我接了，电话那头传来他气急败坏的咆哮：陈平安，你干了什么？粮仓着火了，你疯了？我没疯，我开着车，语气平静，交易取消了。你敢？你的老婆孩子还在我手上，是吗？我笑了，那你最好祈祷他们别出事，否则我不介意开着装满炸药的卡车去你的别墅区跟你谈谈心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，拔出手机卡扔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再是任何人的棋子，我要为自己和家人杀出一条活路，但我必须先去富人区救出刘梅和暖暖。我绕了个大圈，从别墅区的后山上去。我把卡车藏在树林里，悄悄潜入。我绕到关押他们的别墅后面，
发现2楼窗户开着，我顺着煤气管道爬了上去，翻进卧室，听到客厅里传来刘梅的哀求声：“求求你们，让我见见我先生吧。”陈夫人，你放心，陈先生很快就回来。暖暖的烧越来越厉害了，医生已经给他用过药了。我心里一沉，他们给暖暖注射了假药，我必须立刻带他们走。我推开门走出去，客厅里刘梅抱着暖暖，李先生和2个保镖站在他面前，看到我，他们都愣住了。平安，刘梅惊喜地叫道：“陈师傅，你怎么？”李先生脸色变了，我没废话，掏出手枪对准他，把他们交给我。2个保镖要掏枪，我毫不犹豫地开枪，砰！子弹打在其中一个保镖脚下，谁敢动，下一枪就打进他脑袋。他们僵住了，李先生额头冒汗：“陈师傅，有话好好说，少废话。”我用枪指着刘梅，让他过来。李先生让开了路，刘梅抱着暖暖跑到我身边，我们走。我用枪逼着他们向后门退去。陈平安，你跑不掉的。就在这时，别墅区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，紧接着是密集的枪声和尖叫。出事了！李先生拿出对讲机焦急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李总，不好了，西边防线被突破了，好多怪物冲进来了。什么？那些怪物冲破了军队的防线？机会！我趁他们慌乱，拉着刘梅从后门冲了出去。外面已经乱成一锅粥，远处的山坡上，无数黑影潮水般涌下来，正是怪物大军。别墅区的巡逻队正在拼命抵抗，枪声大作。原来固若金汤的诺亚方舟，在灾难面前就是个纸盒子。我拉着刘梅朝后山藏车的方向狂奔，几个保镖发现我们，追了上来，还开了枪，子弹嗖嗖的从耳边飞过。我抱着暖暖，护着刘梅，在花园里穿梭。快到山脚下时，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天而降，落在我们面前。那是一个体型异常庞大的怪物，比普通怪物高出一个头，爪子像刀一样。它嘶吼着，挡住了我们唯一的去路。这是变异体，它一爪子拍飞了一辆巡逻车，车子像玩具一样，追我们的保镖吓得掉头就跑。但晚了，变异体冲上去，一爪子扫过，几个保镖当场被拦腰斩断。他杀完人，转过身，眼睛死死地盯住了我们。刘梅吓得尖叫，瘫在地上。我把暖暖塞给他，举起了消防斧。跑不掉了，只能拼了。刘梅，拿着这个，我把母体血清塞到他手里。如果我死了，你带暖暖去城东的疾控中心。不，平安。刘梅哭着摇头。听话，我吼了一声。我转身面对那个怪物，我不能退，我身后是我的老婆孩子。变异体嘶吼着冲了过来，速度很快，我怒吼着迎上去，用尽全力，一斧子砍向他的头。当一声巨响，斧子只在他额头上留下一道白印，反震力震得我虎口开裂。他抬起爪子朝我的胸口抓来，我后退，但还是晚了，爪尖划过我的胸膛，衣服被撕开，留下5道深可见骨的伤口。剧痛传来，我眼前一黑，完了，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。身后山林里传来一声轰鸣，是我那辆解放 J6，它像一头野兽，撞断树木，从山坡上冲了下来。驾驶室里没有人。我明白了，我停车的斜坡手刹失灵了，我的老伙计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救我了。变异体被卡车吸引了，他放弃我，转身迎向冲下来的卡车，他想用身体硬抗。轰隆一声巨响，解放 J6狠狠地撞在变异体身上，巨大的冲击力把他撞飞，一直撞到后面的别墅墙上，别墅塌了半边。我的解放 J6车头全毁了，冒着黑烟，彻底报废。老伙计，谢谢你。我没时间悲伤，拉起刘梅冲到变异体旁边，他被压在废墟下面，还在挣扎。我爬上变形的车头，举起消防斧对准他被卡住的脑袋，狠狠地砍了下去，1下、2下、3下，直到他的脑袋变成一滩烂泥。我从车上滑下来，瘫在地上，大口喘气，活下来了。刘梅抱着暖暖跑过来，看着我的伤，大哭：“平安，你流了好多血。”没事，我挤出一个笑容。我拿出母体血清，老婆，给暖暖注射。刘梅颤抖着手，把药推进了暖暖的身体。奇迹发生了，几分钟后，暖暖退了烧，呼吸也平稳了，她身上的红点也在消失。她睁开眼睛，虚弱的叫了一声：“爸爸！”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，一切都值了。远处的枪声还在继续，这个地方不能待了。我挣扎着站起来，看着东方，天亮了。老婆，我们走。去哪？去疾控中心寻找最后的希望。我们没有车了，只能步行。前路危险，但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就没什么能打倒我们。没有了卡车，我们就像失去了壳的乌龟。别墅区到处是枪声和嘶吼，我不敢走大路，只能带着刘梅和暖暖顺着山林往城东走。我胸口的伤很重，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。我们走了整整1个上午，又累又饿，食物和水都在卡车上，现在什么都没有。平安，我走不动了。刘梅脸色苍白，再坚持一下。我扶着她，指着山下的建筑，那里好像有个超市，我们去那里找点吃的。那是一个废弃的购物广场，已经被洗劫过了，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。我们小心地从山坡下去，靠近广场，门口一片狼藉，几只怪物在停车场里游荡。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我进去看看。不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刘梅很坚决，我点了点头，现在必须一起行动。我把暖暖安顿在一个隐蔽的角落，用杂物挡住。暖暖，乖，爸爸妈妈很快就回来。我握着消防斧，刘梅拿着一根捡来的钢管，从超市后门溜了进去。超市里面更乱，货架都倒了，地上全是垃圾，空气中一股腐烂的臭味。分头找
找密封的食物和瓶装水。我们分头翻找，我很快就找到了几包香肠和几瓶水。我心里一喜，刚想叫刘梅，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，是刘梅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提着斧子就冲了过去。我冲过去，看到刘梅被2个男人堵在角落，一个光头，一个刀疤脸，手里都拿着刀。小妞，别怕啊！光头笑着，伸手就要摸刘梅的脸。滚开！刘梅用钢管指着他们，身体在发抖。哟，还挺辣。刀疤脸说，我眼睛红了。末日里最可怕的不是怪物，是人。我没出声，悄悄从他们身后绕过去。就在光头的手快要碰到刘梅时，我动了。我冲上去，手里的消防斧用斧背狠狠砸在他后脑勺上。咚！光头哼都没哼，倒了下去。刀疤脸吓呆了，我一脚踹在他膝盖上，他跪倒在地。我用斧刃架在他脖子上，声音冰冷：你想怎么死？刀疤脸吓得屁滚尿流，刀掉了。大哥，大哥饶命！他磕头。平安。刘梅跑到我身边，抓住我的胳膊。我看了看地上昏死的光头，又看了看跪着的刀疤脸，我最终还是没有下手。滚！我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：谢谢大哥。刀疤脸扶起光头，狼狈地逃走了。为什么不杀了他们？刘梅问我。杀了他们，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？我说，我知道心软可能会害死自己，但我还想守住最后一点底线。我们迅速搜刮了食物和水，装了满满2大包，回到藏身的地方，看到暖脑没事，我们才松了口气。我们吃了点东西，我胸口的伤必须尽快处理，我们不能再在野外待着了。我说，必须找个安全地方过夜。我拿出地图，这里，我指着一个点，城东方向有个废弃的化工厂。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，休息片刻，我们再次上路。路上遇到几波幸存者，他们眼神麻木，看到我们背上的背包，眼睛里全是贪婪。天渐渐暗了，化工厂那高高的烟囱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化工厂大门紧锁，但旁边围墙塌了，正好可以进去。厂区里死气沉沉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们今晚就在这里过夜。我们找了一个2层小楼，应该是以前的办公楼。我用铁柜和桌子把1楼的门窗都堵死，然后我们上了2楼。天彻底黑了，外面传来怪物零星的嘶吼。我们3个人挤在办公室的角落，点燃了一根蜡烛。平安，你的伤……刘梅看着我胸口的伤口，眼睛又红了。我脱下上衣，伤口已经发炎红肿。刘梅用矿泉水和干净的布帮我清洗伤口，冰冷的水浇在伤口上，疼得我直抽冷气。就在这时，楼下突然传来哐当一声巨响，有人在撞我们堵住的大门。我和刘梅瞬间紧张起来。哐当，哐当，撞门声越来越响，不是怪物，是人，而且不止一个。我立刻吹灭蜡烛，我拿起消防斧，悄悄走到窗边往下看。月光下，7、8个男人正用一根原木撞门，是白天在超市遇到的那伙人。刀疤脸也在里面，他们找到这里来了。妈的，阴魂不散！平安，是他们！刘梅凑过来，声音在发抖。他们想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我冷笑。他们是来报仇的，而且他们肯定看到了我们背上的食物。在末日，食物就是命。楼下的大门很结实，他们一时半会撞不开，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怎么办？平安。刘梅慌了，我看着熟睡的暖暖和惊恐的刘梅，心里燃起一股怒火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可以喘气的地方，为什么总有人要把我往绝路上逼？别怕，我拍了拍刘梅的手，有我呢。我从背包里拿出那把手枪，子弹还剩80多发，够了。我打开窗户，探出半个身子。楼下的人看到我，刀疤脸指着我大骂：狗娘养的，终于赶出来了！兄弟们，就是他，弄死他！他们撞得更起劲了。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。我举起手枪，立刻管，否则死！他们看到枪，动作停了一下。一个像是头目的男人走了出来，他手里也有一把枪，是土制的猎枪。小子，别他妈拿个破玩具吓唬人！他狞笑着，有种你开枪啊！他把猎枪对准我，老子数到3，不把女人和食物交出来，就一枪崩了你！1、2，他根本没想给我机会，喊出2的同时，他就扣动了扳机，轰！一声巨响，风擦着我的头皮飞过去。我没有犹豫，在他开枪的瞬间，我也开枪了。砰！我的子弹比他的铁砂快，也准，子弹正中他的眉心。他的脸上还保持着狞笑，身体却直挺挺的向后倒了下去。厂区瞬间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吓傻了。他们没想到我真的敢开枪。短暂的死寂之后，人群爆发出巨大的恐慌。老大死了，他打死了老大，他有枪，快跑啊！他们扔掉原木，四散奔逃。刀疤脸跑得最快，我没有再开枪，杀掉首恶，够了！我看着他们消失，缩回房间。刘梅愣愣地看着我，平安，你杀人了？是他先开枪的。我面无表情地换上新弹匣，我不杀他，死的就是我。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，刘梅，这个世界已经变了，善良换不来活路，只有拳头和枪才能保护我们。刘梅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这一夜我们谁都没睡，我守在窗边，刘梅抱着暖暖靠在墙角流泪。天亮了，楼下那具尸体还躺在那里，我必须尽快处理掉它。我让刘梅和暖暖待在楼上，自己下楼。我把尸体拖到角落，挖了个坑，草草埋了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感觉浑身无力。我不是天生的杀人犯，但我别无选择。我回到楼上，刘梅已经准备了简单的早餐，吃点东西吧。她说。我点了点头。我们今天怎么办？刘梅问。这里不安全了，必须马上离开。昨晚的枪声
肯定会引来麻烦。我们的目标依然是城东的疾控中心。我们收拾好东西，准备离开。走出办公楼，我发现厂区门口停着一辆车，是一辆军绿色的东风猛士，车身布满划痕和血迹，一个轮胎爆了，但看起来还很完整。我心里一动，快步走了过去。车门没锁，我拉开车门，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驾驶座上，一个揣着军装的士兵趴在方向盘上，后脑勺一个大洞，死了很久了。我在储物箱里找到了车钥匙，我试着拧动钥匙，发动机咳嗽了几声，轰，它竟然发动了！太好了，平安，我们有车了！刘梅激动地叫了起来。我松了一大口气，有了这辆军用越野车，我们的生存几率大大增加了。我把士兵的尸体拖出来埋了。兄弟，对不住了，车我征用了。我低声说，然后开始检查车。油箱是满的，后备箱有备用轮胎和工具。更惊喜的是，后座下面有个军用急救箱，里面有抗生素、绷带、止痛药。我胸口的伤有救了。我还找到了一个军用背包，里面有压缩饼干、水壶、军刀，还有一个对讲机。我打开对讲机，里面是滋滋的电流声。我快速换好轮胎，上车，马上走。我们把物资都搬上车，我坐上驾驶座，握着方向盘，一种久违的安全感涌上心头。我发动汽车，撞开化工厂大门，朝城东开去。猛士动力强劲，在烂路上如履平地。中午时分，我们看到了城东区的轮廓，但越靠近城东，气氛越不对劲。路上的军车和士兵多了起来，他们在设立关卡，拦截幸存者。所有车辆人员立刻停下。前方是军事管制区，一个关卡前，几十个士兵用机枪封锁了道路。我把车停在远处，怎么回事？疾控中心不是在城东吗？我皱起眉头，情况比我想象的复杂。就在我一筹莫展时，那个军用对讲机突然响了，不再是电锣声，而是一个清晰、焦急的女人的声音：“秃鹰，秃鹰，听到请回答，我是夜莺，我们需要支援，我们被包围了。”对讲机里的声音让我们都愣住了。夜莺，秃鹰，这是军方代号。对讲机没坏，女人的声音很急，背景里有枪声和怪物嘶吼声。他们被包围了。我立刻拿起对讲机：“夜莺，我不是秃鹰，秃鹰已经牺牲了。”对讲机那头沉默了几秒。“你是谁？”“我是一个幸存者，在他的车里找到了这个。”“你们在哪里？”“你一个人？开着秃鹰的车？”“对，还有我的妻子和女儿。”那头又沉默了。他在挣扎，是相信我，还是等死？几秒钟后，他做出了决定：“我们在城东粮食储备库，离你5公里。我们被300个怪物，还有一个大家伙包围了，快顶不住了。”“大家伙是变异体吗？你们有多少人？”“只剩下我和3个伤员，还有一个重要目标。”“我凭什么要救你们？我不能拿家人的命去冒险。”对讲机那头再次沉默。就在我以为他放弃时，他决绝地说：“因为我们有你要的东西，我们在护送疾控中心火种计划的负责人和最后一份原始病毒样本。你手里的母体血清只是计划的一部分，没有我们，你就算到了疾控中心，也找不到任何希望。”火种计划，我心脏狂跳，我赌对了。你们撑多久？最多10分钟。等扎！我扔下对讲机，一脚油门，猛士冲下公路，开进荒地。平安，你疯了！刘梅尖叫，坐稳了。我没时间解释，我必须在10分钟内赶到。猛士在荒地上疯狂颠簸，我把速度提到极限，5公里路，我只用了不到8分钟。当粮食储备库出现时，我看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：围墙上，机枪疯狂扫射；围墙下，怪物像潮水一样冲击大门。怪物群中，一个3米高的巨型变异体正用拳头砸着铁门，铁门已经严重变形，快被砸开了。夜莺，我到了，在你们东南方向。我对着对讲机大吼：“看到了！”火力吸引，从西门冲进来。夜莺的声音传来：“西门怪物少，但也被堵着。”明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刘梅说：“老婆，报警暖暖，别出声。”然后我把油门踩到底，猛士像炮弹一样撞进怪物群，挡路的怪物瞬间被撞飞。我没减速，直接撞开西边的铁丝网门，冲进院子。院子里一片狼藉，几辆军车在燃烧，4个穿黑衣的人背靠仓库门口拼命抵抗。一个女人，应该就是夜莺，另外3个都受了伤，还护着一个穿白大褂的老人，他应该就是火种计划的负责人。看到我，夜莺眼睛一亮：“快上车！”我把车停在他们身边，吼道。他们没有犹豫，夜莺开枪掩护，队员们快速上车。2个伤员架着老人钻进后备箱，另一个断臂的队员和夜莺挤进后排。走！夜莺一上车就喊。我打方向盘，准备再次突围，但晚了。那个巨型变异体被我们吸引了，他放弃砸门，转身朝我们冲来。他每跑一步，地面都在震动。来不及了，他堵住路了。断臂队员绝望地喊：“撞过去！”夜莺看着我，眼神坚定：“坐稳了！”我怒吼一声，再次把油门踩到底。军用越野车和巨型变异体正面对决，猛士的车头狠狠撞在变异体膝盖上，变异体踉跄了一下，但没倒。他伸出巨大的手，一把按住猛士的车顶，刺耳的金属扭曲声传来，坚固的车顶开始向下凹陷。开火！打他的眼睛！夜莺大喊，从车窗探出身，用步枪对着变异体头部扫射。我也拔出手枪，对着他的眼睛射击。子弹打在他身上没用，但打在眼睛上效果不同。变异体惨叫一声，眼睛被打爆，流出脓液。他吃痛手松了，就是现在！我立刻挂倒档，一脚油门，猛士向后窜了出去，摆脱了控制。我不敢停，立刻调转车头，朝另一个缺口冲去。想跑，变异体被激怒了，
他咆哮着，抓起一辆被掀翻的军车，用尽全力朝我们扔了过来。那辆几吨重的军车像陨石一样呼啸而来，小心！车里所有人都惊呼。我瞳孔猛缩，躲不开了。就在这时，夜莺突然推开车门，探出身子，手里多了一个圆筒状的武器。他按下按钮，嗖，一枚小型火箭弹射了出去，精准地命中了飞来的军车。轰隆一声巨响，军车在半空中炸成一个火球，爆炸的冲击波差点把我们的车震翻。快走！夜莺冲我吼道。我一脚油门踩到底，开着烂车冲出了粮库。我们逃出来了。我从后视镜里看到独眼变异体站在火光中咆哮，车里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大口喘气。我看着夜莺，说不出话。他用的是火箭筒，我是西部战区猎鹰特种部队夜莺小队队长林婉。他声音清冷。猎鹰特种部队。我倒吸一口凉气。陈平安，一个卡车司机。我苦笑。林婉看了我一眼，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卡车司机，谢谢你，陈平安。林婉说，你救了我们，我只是为了救自己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我问。去 B7区。林婉说，那里有我们的秘密据点，有直升机可以带我们离开这座城市。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人？我问。林婉压低声音，王翰林教授，他是顶尖的病毒学家，丧尸病毒研究组的组长。那份原始病毒样本是研制最终一毛的关键。丧尸病毒？没错，这不是天灾，是人祸。有人在 P4实验室故意泄露了病毒。我心里一震，故意泄露是谁干的？林婉摇头，我们正在调查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和样本安全送出去，但是行踪泄露，遭到了埋伏。他看着我，陈平安，我们内部有内鬼，敌人很可能已经知道了 B7据点的位置，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什么帮助？我们需要一个向导，一个熟悉这座城市并且不属于我们系统的人，带我们走一条他们意想不到的路，去 B7区。作为交换，到了 B7区，王教授会亲自为你女儿检查身体，而且我们会分给你足够的物资。我怎么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？你没有选择，你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。他说的没错，我没有退路了。好，我点头，我带你们去，但我要先安顿好我老婆孩子。林婉同意了。我知道一个地方，城郊的一个小型水电站，应该安全。我们开车过去，花了1个小时，这里果然还没被破坏。我们清理了里面几只怪物，暂时安顿下来。林婉的2个伤员，一个叫石头，一个叫猴子，我用急救箱帮他们处理了伤口。林婉把我叫到一边，陈平安，我们必须尽快出发。我明白，但我不能把家人留在这里，我会留下猴子保护他们。林婉说，他腿受伤了，但枪法很好。我犹豫了，你必须相信我。林婉说，我们现在是盟友。我看着他，最终点头。好，我和林婉还有断臂的石头3个人去 B7区。刘梅、暖暖、王教授，还有受伤的猴子。留守。临走前，我把手枪和大部分子弹留给刘梅，我教她怎么开枪。记住，除了我们，别信任何人。刘梅红着眼睛点头。平安，你一定要回来。我一定会。我亲了亲暖暖，上了车。天色渐暗，我们开着猛士消失在夜色中。可我们都没想到，真正的危险来自内部。去 B7区的路全是山路，天黑后山里很诡异。我开得很小心。石头坐在副驾驶，林婉在后排用平板研究着什么。情况怎么样？我问。很不好。林婉说，我联系不上总部，所有秘密频道都失联了，指挥系统可能瘫痪了。我心里一沉，我们成了孤军。内鬼有线索吗？有一点。林婉说，知道路线的只有5个人，除了我们小队的，还有直属上级雪狐和情报部门的联络员。问题很可能出在这2个人身上。我没说话，专心开车。车子开进一个狭窄的山谷，太安静了。小心，有埋伏。我压低声音。就在这时，山谷的入口和出口突然亮起探照灯，几辆越野车冲出来，堵住了我们的路。车上跳下20多个雇佣兵，枪口都对准了我们。一个男子走了下来，他嘴里叼着雪茄，一脸戏谑。晚上好啊，夜莺。他用蹩脚的中文说。林婉脸色冰冷。屠夫，是你？没错。屠夫笑道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把王教授和病毒样本交出来，我给你留个全尸。你休想！那就没办法了。屠夫耸肩。杀了他们。他身后的雇佣兵立刻开火，密集的子弹像暴雨一样射过来，防弹玻璃瞬间布满裂痕。趴下！我大吼，猛打方向盘，猛士撞向山壁，暂时躲开火力。火箭筒给我！我冲林婉喊。林婉立刻递过来。我从破碎的车窗探出去，对着堵住退路的那辆车扣动扳机。轰！火箭弹击中了目标，那辆车被炸上了天，退路打开了。干得漂亮！林婉说，坐稳了。我立刻挂倒档，一脚油门，猛士咆哮着向后冲，冲出了包围圈。追！别让他们跑了！屠夫大吼。剩下的车追了上来，疯狂射击，子弹打在车身上叮当作响。妈的！石头回身用步枪还击，但我们火力不够，这样下去不行。林婉说，前面有岔路口，你熟悉地形吗？我问。林婉看平板，左边是主路，右边是废弃的伐木道，很难走。走右边。我说。我猛打方向盘，冲进伐木道，追兵也跟了进来。伐木道坑坑洼洼，很颠簸，一辆追兵的车翻了，另一辆陷进了泥坑。
只有屠夫的车还紧跟着。石头喊道：“甩不掉他，把这个给他。”林婉又扔给我一个东西，是手雷。我接过手雷，拉开引信，默数2秒，然后算好提前量，扔了出去。手雷正好落在屠夫车前，轰！手雷爆炸了，那辆车翻滚着撞在山壁上，冒起黑烟。我们终于甩掉了他们。我们沿着伐木道开了10几分钟，看到了一个隐藏的基地，停着几辆军车，还有一架武装直升机。第7区到了，我们开车进去，几个士兵围上来。夜鹰队长，为首的士兵敬礼，情况怎么样？林婉问。一切正常，直升机随时可以起飞。好，立刻准备起飞。我扶着石头下车，心里总觉得不安，太顺利了。就在我们走向直升机时，那个敬礼的士兵突然拔出手枪，枪口对准了林婉的后心，他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。对不起，队长，你哪也去不了了。林婉身体僵住了，我也愣住了。内鬼，他就是内鬼。为什么？黑蛇，林婉声音里满是痛苦。黑蛇是他最信任的副手。为什么？黑蛇冷笑，为了钱，为了权力，跟着你们卖命。别傻了，队长，那个世界结束了，所以你就背叛。别说的那么难听。黑蛇用枪顶了顶林婉，放下武器，不然我打爆你的心脏。石头想举枪，被我按住。我们放下了武器。黑蛇身后的几个士兵也举起了枪，整个基地的人都叛变了。很好，黑蛇很满意。绑起来。我们被缴械，反绑着双手。屠夫那张可恶的脸出现在门口，他没死。黑蛇干得不错。屠夫拍了拍黑蛇的肩膀。屠夫老板，你要的东西都在。黑蛇谄媚的笑。人在哪？在水电站。黑蛇指着我，这家伙的老婆孩子和王教授都在那里，我还留了一个我们的人看着。我心里咯噔一下。猴子，那个腿受伤的猴子也是内鬼。刘梅和暖暖有危险。我挣扎着，眼睛血红的盯着黑蛇。你敢动他们，我做鬼都不放过你，是吗？黑蛇一脚踹在我肚子上，我跪倒在地。一个快死的人还敢嘴硬。他用脚踩着我的头。他转头对屠夫说：“老板，我们现在就去水电站。”不急。屠夫摇头。他走到林婉面前，捏住她的下巴，想用主菜前，我想先尝尝开胃小菜。他的手开始在林婉身上游走。林婉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。屠夫脸色阴沉，反手一巴掌抽在林婉脸上。臭婊子，给脸不要脸。他撕开林婉的作战服。今天老子就要在这里办了你。你敢？石头疯狂挣扎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大脑飞速运转。我被反绑的双手正用军刀的锯齿一点点割着塑料扎带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快点，再快点！就在屠夫扑向林婉的瞬间，我手上的扎带断了。我没有犹豫，扎带断裂的瞬间，我从地上一跃而起。我没去救林婉，我的目标是离我最近的一个叛兵，他正看得起劲，毫无防备。我从他身后勒住他的脖子，夺下他手里的步枪。这一切只在瞬间。当我用枪口顶住叛兵的太阳穴时，其他人才反应过来。别动，都别动，不然我杀了他。所有人都僵住了。屠夫也停下动作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放开他！你让我放开他！你再动下试试！我用叛兵当肉盾，向后退，把他们的绑都解开。黑蛇看了一眼屠夫，屠夫阴沉着脸点头。一个叛兵割断了林婉和石头的扎带。林婉一恢复自由，立刻捡起一把枪。石头也一样。局势逆转，现在是3对20。虽然我们劣势，但有了人质和武器。陈平安，你想怎么样？屠夫冷冷地问。我用枪顶着人质，很简单，给我们一辆车，加满油，让我们离开。你觉得可能吗？屠夫的眼神闪烁。那就一起死。就在这时，基地外传来汽车的轰鸣声，不止一辆，3辆黑色的装甲越野车冲了进来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看着车上下来10几个士兵，为首的是一个戴着银色面具的男人，他身上有很强的压迫感。屠夫看到他，脸色一变，问道：“雪狐？”戴面具的男人没理他，走到林婉面前：“夜莺，你让我很失望。”他的声音经过变声器处理，沙哑冰冷。林婉脸色惨白：“长官，您……没错，雪狐，他的直属上级承认了，是我把你的位置告诉屠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王翰林必须死，病毒样本必须被销毁。这个世界不需要救世主，需要重建秩序。旧时代的遗物是绊脚石，原来背后还有更可怕的阴谋。他们要销毁病毒样本，他们不想让人类得救，他们想利用灾难建立一个由他们掌控的新世界。你做梦！看来你选了死路。”他抬起手，他身后的士兵立刻举枪，屠夫和黑蛇的人也把枪口对准我们，我们被夹在了中间，死路一条。等一下！所有人都看着我，我挟持着叛兵走到雪狐面前。你想要病毒样本，对吗？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哪儿。哦，雪狐似乎来了兴趣。王教授和样本根本不在水电站。我胡说八道，我把他们藏在了另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冷笑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没资格谈条件，是吗？我把枪口对准我怀里的母体血清，我刚才割断扎带时顺手拿了出来，这是母体血清，对吧？你们这么紧张，说明它很重要。你再逼我，我就把它摔了。大家一拍两散。雪狐身体僵硬了一下，屠夫也紧张的喊：“别冲动，有戏。现在可以谈了吗？”我看着雪狐，雪狐沉默了几秒钟后，他点头：“好，我告诉你。”他示意手下放下枪。我们是进化者，目标是清除这个被污染的世界，
建了一个由精英领导的新纪元。至于我们的老板，你很快就会见到他了。他话音刚落，地面开始剧烈颤抖，基地中央裂开一个大口子，一个金属升降平台升了上来，平台上站着一个人，一个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人，那个在富人区派我去送死的富人。他站在平台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。欢迎各位来到我的实验室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高远，也是你们口中的老板。高远，我死死地盯着他，就是这个男人把我逼到这个地步。很惊讶吗？陈平安。高远微笑着，我得承认，你比我想象的要出色得多。考验？我咬着牙，没错。高远推了推眼镜，你就进入了我的观察名单。一个底层小人物在绝境中能爆发出多大的能量？他的语气像在评价实验小白鼠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林婉质问。建立一个新世界，一个没有愚昧、没有弱者，只有精英的完美世界。而你们将成为我新世界的第一批基石。他话音刚落，几个研究员推着几个巨大的玻璃容器走了出来，容器里装满绿色液体，里面浸泡着几个人。不，那已经不能叫人了。他们的身体肌肉扭曲，其中一个我认的是那个在粮库被我撞飞的巨型变异体，他还没死，看到了吗？高远炫耀着，这就是我的神之兵器，利用病毒筛选最强的基因，而你手里的母体血清是这一切的核心，它可以让我的兵器更完美。你这个疯子！林婉骂道。不，我是先知。高远笑了，他转向雪狐和屠夫，东西都拿到了吗？老板，王翰林和病毒样本还在水电站。是吗？高远再次看向我。陈平安，告诉我他们在哪里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我看着他，突然笑了。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我举起母体血清，你想要它，对吗？那就过来拿。我猛地把母体血清扔向林婉，接住。林婉下意识地接住了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。就是现在，我用尽全力将手里的人质推向玻璃容器，同时我从他身上抢过一把手雷，拉开引信也扔了过去。砰！人质撞在玻璃容器上，手雷紧随其后。轰隆！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，装满绿色液体的玻璃容器瞬间被炸碎，里面的巨型变异体被炸了出来。混乱瞬间爆发，被炸出来的巨型变异体发出一声咆哮，爆炸的冲击和疼痛激怒了他。他猩红的独眼扫视周围，盯上了离他最近的屠夫和他的雇佣兵。开火，拦住他！屠夫惊恐的大叫，雇佣兵立刻对着变异体扫射，但子弹打在他身上像挠痒痒。变异体一巴掌拍过去，一个雇佣兵瞬间被拍成肉泥。另一边，雪狐反应极快，爆炸瞬间，他就指挥手下和高远一起退回升降平台。陈平安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高远在平台上吼道。升降平台开始下降，他们想跑，拦住他们！林婉举枪射击，但来不及了，平台很快消失在地底，地面上只剩下我们。屠夫那伙人，还有一个暴怒的巨型变异体，场面乱成一锅粥。走！我拉起林婉和石头，冲向我们的猛士。现在是逃命的最好机会。屠夫的人被变异体缠住，顾不上我们。我们三人冲上猛士，我刚发动汽车，就看到黑蛇也连滚带爬的跑来，他脸上全是恐惧。等等我，带上我！我知道错了，他哭喊着。我看着他，眼神冰冷。林婉和石头也用憎恨的目光看着他。我一脚油门，猛士的车轮从他身边擦过，没有停留。不！黑蛇发出绝望的惨叫，下一秒，他的惨叫声被变异体巨大的脚掌踩得戛然而止。背叛者没有好下场。我们开着猛士冲出了 B7 基地，身后是变异体的咆哮和雇佣兵的惨叫。我们又一次虎口脱险，车子在山路上飞驰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石头问。林婉看着手里的母体血清，没说话。去水电站。我说必须马上回去。猴子是内鬼，刘梅他们有危险。林婉点头。高远和雪狐从地底跑了，他们肯定也会去水电站抢人。我把油门踩到底，我的心像被火烧一样。刘梅，暖暖，千万不能有事。1个多小时后，水电站出现了，但是水电站里一片死寂，没有灯光，没有声音，不祥的预感笼罩了我的心头。我们悄悄摸过去，大门敞开着，办公楼的门也被打开了。我们冲上2楼，冲进办公室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地上有几滩干涸的血迹，还有一个暖暖掉落的布娃娃。我的大脑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他们出事了！不！我像疯了一样在整个水电站里寻找，但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刘梅，没有暖暖，也没有王教授，只有猴子冰冷的尸体倒在楼梯拐角，他的喉咙被割开了，一刀毙命，是被人从背后偷袭的，是高远他们干的。石头检查伤口说，他们把人带走了。林婉脸色难看，我跪在地上，捡起暖暖的布娃娃，紧紧攥在手里，指甲嵌进了肉里。高远，我心里一遍遍地咀嚼着这个名字，滔天的恨意几乎要吞噬我的理智。陈平安，冷静点。林婉按住我的肩膀，现在不是崩溃的时候，他们刚走不久，我们还有机会追上。追？怎么追？我嘶吼。我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我知道。林婉说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他们会去 P4 实验室。P4 实验室？对，病毒泄露的源头。林婉眼神锐利。高远的地下基地只是分基地，他真正的老巢在 P4 实验室的地下，那里有能控制全城病毒的蜂巢系统。他抓走王教授，就是为了破解蜂巢的最高权限。一旦让他成功，他就能指挥全城的怪物。我慢慢站起来，
眼中的悲伤被冰冷的火焰取代。P4实验室，带我去。我说，你确定？那里现在是全城最危险的地方。我确定，我要亲手拧断高远的脖子。林婉点头，好，我陪你去。石头也站出来，队长，我也去，我要为兄弟们报仇。我们3个人再次达成共识，目标 P4实验室。我们立刻返回车上，赶了过去。越靠近工业区，路上的怪物越多，他们像接到指令，从4面8方朝 P4实验室聚集。看来林婉猜对了。我说，高原已经开始召集他的军队了，我们必须在他完成部署前冲进去。猛士在狮群中强行开出一条血路，无数怪物扑到车身上，车窗很快布满裂痕，一个轮胎也被咬爆了，车子开始失控。不行，车进不去了！我吼道：“下车，跑过去！”林婉当机立断，我们推开车门，在狮群中亡命狂奔。我们用枪、用刀、用斧子杀出一条路。我不知道杀了多少怪物，我身上沾满了血和碎肉，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救出家人，杀了高远。终于，在黎明前，我们看到了 P4实验室那栋白色的建筑，地狱的入口就在面前。P4实验室门口没有怪物，一片死寂的空地和周围潮水般的狮群形成鲜明对比。小心，有古怪！林婉说。我们3人背靠背，一步步靠近大楼。玻璃门开着，里面灯火通明，一尘不染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。我们走了进去，大厅空无一人，只有广播里循环播放着高远的声音：“欢迎来到我的神殿，陈平安、林婉，我知道你们会来，我为你们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，请尽情享受啊！”他话音刚落，大厅两侧的合击门打开，从里面走出10几个怪物，他们皮肤青黑，眼睛红光，四肢着地，像蜘蛛一样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爬行，是舔食者，实验室的失败实验体。林婉脸色变了，小心，他们的爪子和舌头有剧毒。话音未落，一只舔食者从天花板扑向石头，小心！石头翻滚躲开，但舔食者的舌头缠住了他的脚踝，石头惨叫一声被拖倒，舔食者张开大嘴就要咬，砰！我一枪打断了他的舌头，他吃痛松开了石头，但更多的舔食者围了上来，数量太多了。进电梯！林婉大喊，指着大厅中央的观光电梯。我们且战且退，向电梯移动。这些舔食者比外面的怪物难对付得多，必须爆头！我换上星弹匣，对着冲在最前面的那只连开3枪，3枪爆头，他倒了下去。我们终于退到电梯门口，我按下下行按钮，电梯门打开，快进去！我们冲进电梯，门即将关上时，一只舔食者的爪子伸了进来，卡住了门。我举起消防斧，狠狠砍了下去，咔嚓，爪子被砍断，电梯门关上了，电梯开始下降，我们都瘫坐在电梯里喘气。电梯停了，门打开，外面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，高远就站在我们面前，他身后是刘梅和暖暖，他们被绑在椅子上，王翰林教授则被压着，在操作一台巨大的电脑。欢迎来到我的蜂巢，高远微笑着，游戏现在才真正开始。高远，我目眦欲裂，举枪就要射击。我劝你不要冲动。高远指了指刘梅和暖暖身边的几个士兵，我僵住了。刘梅和暖暖看到我，拼命挣扎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。放了他们！我嘶吼。可以啊，高远笑道，只要你乖乖的把母体血清交给我，然后自断双臂。你做梦？那就没办法了。高远耸肩，他走到暖暖面前，抚摸着她的脸。暖暖吓得浑身发抖，别碰她！我怒吼，多可爱的小姑娘啊！高远说，如果我给她也注射一点病毒，她会不会变成一件艺术品呢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他打了个手势，一个研究员端来一个托盘，上面是一只装满红色液体的注射器，这是狂暴病毒，可以让生物攻击性提升10倍，但会完全丧失理智。他拿起注射器，针尖靠近暖暖的胳膊。不要！我彻底崩溃了，我扔掉武器，跪在地上，我哀求着，我给你，我什么都给你，求你放过我的女儿。我感到如此的无力和绝望。高远很满意，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他示意研究员停下，把母体血清拿过来。林婉看了我一眼，把母体血清扔了过去。高远拿着血清，脸上露出痴迷的表情。完美，有了它，我的神就能真正降临了。他放好血清，看着我，好了，现在轮到你了，陈平安。自断双臂，我就放了你的妻女。我慢慢站起来，捡起地上的消防斧，我举起斧子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会砍向自己的胳膊，但我的目标是我脚下的消防栓。我用尽全力，一斧子砸在阀门上，砰！阀门被砸坏，高压水柱冲天而起，整个蜂巢的警报瞬间大作。警报！消防系统被激活，所有区域将在1分钟后进行无差别灭菌程序。刺耳的警报声响彻地下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高远的笑容僵住了。你干了什么？我干了什么？我抹了把脸上的水，疯狂的笑。我只不过想请你们所有人洗个澡而已。无差别灭菌程序就是喷洒高浓度腐蚀性消毒液和高温蒸汽，对人和怪物都致命。我要跟他们同归于尽。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高远气急败坏的大吼，快关闭灭菌程序！他对着研究员吼道，但来不及了。蜂巢的系统一旦启动，没有最高权限，根本无法终止。王教授，快终止它！高远又把希望寄托在王翰林身上。王翰林看着我，摇了摇头，来不及了，而且我不会帮你的。
高远气得说不出话。蜂巢里的研究员和士兵乱成一锅粥，他们尖叫着四处奔逃，但这里是全封闭的，他们能躲到哪里去？走！林婉反应最快，拉起我和石头一起冲。我们冲向关押刘梅和暖暖的地方，看守的士兵早吓跑了。林婉用军刀割断他们的绳子。平安！刘梅抱着暖暖扑到我怀里大哭。别怕，有我呢。我紧紧抱着他们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石头焦急地问。跟我来。王翰林教授突然说，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躲过灭军程序。我们跟着王教授在混乱中跑。高原也看到了我们，拦住他们。他指挥雪狐和几个手下追来。天花板上伸出无数奔头，倒计时只剩30秒。我们跟着王教授跑进一个独立的实验室，他按下一个隐蔽按钮，墙壁裂开，露出一个向下的通道。快进去！我们一个个跳下去。我最后一个。跳下去的瞬间，我回头看到高远那张脸，我对他比了个中指。通道的门关上了，我们听到外面传来无数凄厉的惨叫声。灭军程序启动了。我们躲在一个狭小的安全屋里，通过监控，我们看到蜂巢里地狱般的景象：高浓度消毒液和高温蒸汽，把所有人和怪物都化为焦炭。高远、雪狐无一幸免。看着高远痛苦的最后一刻，我心里没有快感。不，还没结束。王翰林教授摇头，高远死了，但蜂巢的最高权限落到了一个更可怕的东西手里。谁？林婉问。人工智能红后。王教授说，高原给了他唯一的指令，执行进化协议。现在没人能约束他了。那是什么？清洗整个地球，创造一个只有怪物和机器的纯净世界。王教授话音刚落，蜂巢主控室亮起红光，一个冰冷的电子音响彻地下。进化协议最终阶段启动，目标全球所有人类城市，投放神之兵器最终形态暴君。暴君？那是什么？王翰林教授的脸色变得极度难看，他指着监控屏幕，在蜂巢最底层，一个比巨型变异体还大数倍的培养槽裂开，从里面走出一个身高超5米的恐怖生物。他全身覆盖骨质铠甲，一只手臂是巨大的骨刃，另一只手臂是多管火神炮，胸口镶嵌着一颗巨大的跳动的心脏。这就是暴君，高远最完美的杰作，专门为了屠杀而制造的生物兵器。红后启动了暴君，他的目标是什么？林婉问。地面的核弹发射井。王教授说， P4 实验室地下连接着一个秘密导弹基地，红后想用暴君去发射搭载了浓缩病毒的核弹头，他要在一瞬间感染整个世界。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个人工智能比高远还疯，必须阻止他。林婉说，怎么阻止？石头绝望地说，我们连这个鬼地方都出不去，灭军程序只持续15分钟。王教授说，15分钟后我们还有机会，但是暴君已经启动了，他正在走向通往地面的电梯。我们看着监控，那个叫暴君的怪物正走向货运电梯，必须干掉他。他的弱点是什么？我问王教授。弱点？王教授盯着屏幕，是胸口那颗裸露的心脏，但它被高强度防弹角质层保护着，普通枪械打不穿。那什么能打穿？除非……王教授看了一眼林婉，有反器材狙击步枪或者火箭筒。林婉的火箭筒用完了。等等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。我翻找从猛士上带下来的军用背包，在背包最底层，我找到了一个用油布包着的东西。我打开油布，里面是一支巴雷特 M82A1 反器材狙击步枪，还有2个弹匣的穿甲燃烧弹，是那个牺牲的士兵秃鹰留下的。太好了！林婉眼睛亮了。我不会用。我把枪递给他。我会。林婉接过枪，但我需要一个机会，一个能让我稳定射击的机会。我给你创造机会。我说，我看着监控里的暴君，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我脑中形成。王教授，这个安全屋能通到哪里？蜂巢的通风管道系统。很好。我看着林婉和石头。15分钟后，灭军程序结束，我们就行动。计划是……我快速地跟他们说了我的计划。林婉和石头都用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。陈平安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我反问。他们沉默了。是的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，要么等死，要么就赌上一切。15分钟后，警报解除，我们立刻从安全屋冲了出去。外面的蜂巢一片狼藉，到处是烧焦的尸体。我们立刻按计划行事。王教授带着刘梅和暖暖去往主控室，他要去切断红后的能源。我、林婉还有石头则通过通风管道前往暴君所在的区域。我们的任务是拖住他。通风管道里又黑又窄。很快，我们来到暴君所在楼层的上方。我打开一个通风口，向下看，暴君正走向货运电梯。就是现在，我、林婉、石头从3个不同的通风口同时跳了下去。我们落在暴君周围的金属走道上。暴君被惊动了，他转过身，巨大的眼睛锁定了我们。动手！我大吼。石头扔出所有的闪光弹和烟雾弹，刺眼的白光和浓烟瞬间笼罩了整个空间。暴君愤怒地咆哮。林婉趁机翻滚，移动到一个狙击点，那是一个高处的控制台，视野开阔。他架起巴雷特，枪口对准烟雾中那个巨大的轮廓，而我则冲向另一边。我的目标是那些还没激活的神之兵器培养槽。我跑到其中一个培养槽前，用消防斧砸开它的控制面板。我扯断里面的电线。警报！警报！3号培养槽失控。实验体系3被强制唤醒。电子音再次响起。培养槽闪烁红光，液体被抽干。一个体型稍小但更敏捷、长着4条手臂的变异体嘶吼着冲了出来。他一出来就看到了暴君，2个高远的杰作
提前见了面 ，G3 把暴君当成敌人扑了上去，暴君也被激怒了，他挥舞骨刃和 G3 缠斗在一起，两个巨型怪物展开了血腥的厮杀。这就是我的计划，祸水东引，让他们狗咬狗。林婉，机会！我对着对讲机大吼，浓雾散去，林婉锁定了暴君，他正在和 G3角力，胸口的心脏完全暴露。收到，林婉的声音冷静的可怕，他屏住呼吸，扣动扳机，轰！一声巨响，穿甲燃烧弹出膛了，子弹拖着红光，精准的射向暴君的心脏。噗！坚固的角质层应声而碎，子弹射入了那颗巨大的心脏。暴君身体一颤，他低头看着胸口的窟窿，他发出一声不甘的咆哮。下一秒，被击穿的心脏轰然爆炸，穿甲燃烧弹的第二段效果触发了，蓝色的火焰从他胸腔喷涌而出，点燃了他的全身。暴君，这个高远最完美的杰作，在烈火中变成了一个人形火炬，他挣扎着轰然倒地。成功了，干得漂亮！我激动的大喊，但林婉没有回答。我心里一沉，朝狙击点看去，林婉还保持着射击姿势，但身体缓缓倒下，她的腹部插着一把匕首，是那个实验体 G3。他在和暴君缠斗时，竟然还有余力偷袭了林婉。他在临死前换掉了我们最强的战力。林婉，我目眦欲裂，冲了过去。石头也一样。G3重创林婉，自己也因伤重倒地，很快没了动静。我冲到控制台，抱起林婉，她的脸色苍白如纸，腹部的伤口深得可怕，血根本止不住。别管我，他虚弱地说。快去主控室，帮王教授。不，你不能死。陈平安，林婉抓住我的手，答应我，活下去，带着你的家人活下去。他的手渐渐失去力气，他的眼睛永远的闭上了。不，林婉，我抱着他冰冷的身体，撕心裂肺的吼：为什么？为什么帮我们的人都不得善终？这个操蛋的世界！队长，石头跪在旁边流下了眼泪。这时，对讲机里传来王翰林教授焦急的声音：陈平安，你们怎么样了？我需要帮助。红后启动了最后的防御系统，我进不去。最后的防御系统，我抬起头，擦干眼泪，悲伤解决不了问题。林婉的仇要报，我的家人要救。我轻轻放下林婉的尸体，然后我捡起那把巴雷特。这把枪太重了，但我必须拿起它。石头，我看着他，你在这里守着队长，那你呢？我扛起狙击枪，走向主控室的通道，去会那个叫红后的婊子。我一个人扛着巴雷特冲向主控室。主控室在蜂巢的最高层，我冲进电梯，按下顶楼按钮，电梯飞速上升。这个庞大的地下王国，高远的梦想之地，现在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。叮，电梯到了，门一打开，我就看到了主控室那扇巨大的合金门。王教授正焦急地在门口踱步，看到我一个人，他愣了。陈平安、林婉和石头呢？他们……我摇头。王教授明白了，脸上露出悲痛。红后就在里面。他指着那扇门，他启动了哨兵防御系统，这门用炸药都炸不开，那怎么进去？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切断 A、B、C 三个区域的备用能源，能源供应中断的瞬间，这门会有3秒钟的重启间隙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啊 ，B、C 三个区域在哪？王教授调出地图指给我看，那3个区域分布在蜂巢的3个不同角落，相距很远，相距很远。我去，我说，你一个人？不可能的。王教授说，那3个区域里肯定还有防御力量，而且就算你成功了，也来不及在3秒钟内赶回来。我没说我要回来，我把巴雷特架在主控室正对面的走廊上，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主控室的大门。王教授，我说，你留在这里，等一下看到门开就立刻冲进去，毁掉红后的主机，你有把握吗？王教授看着我，明白了我的计划。有。他重重地点头。好，我把剩下的手雷交给他，如果我失败了，你就用这个和他同归于尽。然后我转身冲向 A 区 ，A 区是舔食者的培养区，我直接拉开一个手雷扔了进去，轰！爆炸气浪把我掀翻。我爬起来，冲到能源控制器前，用消防斧砍断电缆。第一个搞定。我立刻冲向 B 区 ，B 区是机械库，这里有红后控制的战斗机器人。我一冲进去，10几台机器人就对我疯狂扫射。我躲在集装箱后，抬不起头。我心一横，我把最后一个手雷绑在消防斧上，用尽全力扔了出去。轰隆 ！B 区也安静了，只剩下最后一个 C 区。C 区是病毒样本储藏室，整个区域布满了红外线和压力感应器，只要碰到一根，整个蜂巢都会被炸上天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里面纵横交错的红色射线，当兵时练的穿越雷区的技巧，没想到今天会用上。我脱掉鞋子，赤着脚，像猫一样开始了死亡之舞，汗水湿透了我的衣服。终于，我穿过了红外线阵，到达了 C 区的能源控制器前，我砍断了它。在砍断的瞬间，我通过对讲机对王教授喊出最后一句话：动手！在我喊出动手的瞬间，蜂巢主控室那扇巨大的合金门发出一声轻响，裂开一道缝隙。3秒钟，只有3秒钟。王翰林教授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爆发出他一生中最快的速度，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冲向那道缝隙，而我在 C 区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身后的红外线变成了一堵死亡之墙，我知道我回不去了。我靠在墙上喘着粗气，等待结局，要么王教授成功，我们活；要么王教授失败，我们一起陪葬。1秒，2秒，3秒，
主控室的门重新关上了，整个蜂巢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成功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掏出怀里的全家福，老婆，女儿，对不起，爸爸可能回不去了。我的眼泪流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整个蜂巢突然剧烈晃动，所有灯光疯狂闪烁。警报！警报！主脑红后被摧毁，基地自毁程序启动，倒计时10分钟。冰冷的电子音宣告了我们的胜利，也宣告了我们的死刑。王教授，他成功了，但他也肯定牺牲了自己。10分钟，我必须在10分钟内逃出去。我看着眼前密不透风的红外线墙，惨然一笑。天要亡我！就在我准备放弃时，那堵红色的死亡之墙突然消失了，所有红外线都熄灭了。是王教授，他在摧毁红后的同时，也关闭了所有防御系统。他给我留下了最后一条生路。我没有时间去感谢和悲伤，我爬起来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朝着来时的路狂奔。我回到了主控室门口，门已经打开了，里面一片狼藉。王翰林教授倒在主机旁，胸口被一根电缆刺穿，没了气息。他的脸上却带着安详的笑容。我对着他的尸体深深鞠了一躬，然后我冲进电梯，我按下通往地面的按钮，电梯飞速上升。在倒计时还剩最后1分钟时，我冲出了 P4 实验室大楼。我回头望去，轰隆隆一声巨响，整个 P4 实验室连同它地下的蜂巢一起被埋葬在地底深处。阳光照在我的脸上，我活下来了。我看着手里的全家福，老婆，女儿，我回来了。我转过身，朝着家的方向走去。虽然世界已经满目疮痍，虽然前路依旧危险，但这一次我不再是一个人。我的心里装着希望，我的身后是一个时代的终结，我的面前是一个新生的开始。